图腾天河，真龙星域，灵兽上界，传送阵内。楚风与王强二人走出，再度回到这方上界。楚风内心颇为感慨，上一次来这里，楚风还是为了猎杀司徒界灵门的小辈，如今再度归来，楚风却已是名扬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天才。司徒界灵门被楚风灭了，仙途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也都被楚风亲手所杀，就连丹道仙宗也被神秘人所屠灭。虽不是楚风亲手所为，但那个罪魁祸首贾令仪，楚风也曾折磨过他。当初酿成金龙焰宗惨案的罪魁祸首们，许多都已经付出了代价，可楚风心中并未有畅快之感，他只希望他奶奶身心健康，不必承受那些痛苦。只是可惜，发生的事无法改变，他现在也只能希望自己快点找到他奶奶。于是楚风与王强立刻动身，很快便来到了一片茫茫草原之中。碧绿的草原上，最矮的草丛也有几米高，最高的达到10几米。一阵微风袭来，草丛随风而动，宛如波浪一般。楚风与王强站在这样的草丛之中，就像是来到了巨人的世界一般。不过这样的地方，于如今的浩瀚修武界，其实随处可见，已算不上是奇异之地。相比于这片草原，远处的山脉倒是真的引人瞩目。那是一片金灿灿的山脉，宛如金子打造而成，尤其从远处观望，就像是一条金龙横卧于大地之上。那片山脉不简单啊，兄弟，你快瞅瞅，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宝贝？王强盯着远处的金色山脉说道：“早就看过了，没什么宝物。”楚风那山脉并未认真打量，因为他了解那座山脉，那是金龙山脉。如今羽魏大人所在的远古秘地就在那金龙山脉之中。当然，金龙山脉确实不简单，只是它不简单的更多的是里面藏着的人。那位神秘女子，楚风印象深刻。眼下楚风看着掌心，在他的掌心有着一张地图，那是图腾龙族族长给他的令牌所画。凭借着地图，楚风很快找到了入口。然而楚风还未开启，便有结界门浮现，且立刻有2道身影从中走了出来，乃是图腾龙族的长老楚风少侠。见到楚风，2位长老赶忙施以一礼，显然他们是发现了楚风到来，主动来迎接楚风的。但旋即又看向了王强，目露些许谨慎。这位少侠是？2位前辈，这位是我的好兄弟王强，此人绝对值得信赖。当然，若是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让他在这里等我。楚风知道对方的难处，毕竟这是图腾龙族最后的栖息之地。其实正常来说，楚风不该带人来的。图腾龙族信任楚风，才给了楚风来此的方法，但不代表信任其他人。可王强楚风太信赖了，他是绝对不会做出卖图腾龙族的事。楚风少侠信任的人，我图腾龙族自然也会信任，只是族内有规矩。这样，2位少侠稍等片刻，容老夫去询问一下。其中一位长老说道。楚风与王强自然没意见，毕竟这2位长老说白了也是负责看门的，他们做不了决定。而没过多久，那结界门蠕动间，大量的身影走了出来。这一次可就热闹了，图腾龙族族长龙成宇、龙木熙以及白云清等人，以及图腾龙族的长老们几乎都在其中。这一次出来的，除了白云清，几乎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楚风少侠，你终于来了，只是怎么这么快啊？你不是应该在7界天河吗？图腾龙族族长等人皆是又惊又喜，喜于楚风的到来。今是他们也在用他们的手段观察神之时代的情况。尽管知道楚风离开了神之时代，可也不应该这么快来到这里才对。哎呀，父亲，你不知道我楚风兄弟的手段。龙成宇神神秘秘地说道。他与龙木熙当初跟随楚风前往9天之巅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楚风9天秘的力量。但从图腾龙族族长以及众位长老惊讶的表情可以看出，关于这件事，他们姐弟俩并没有外传，哪怕他们的父亲，他们都没有说。当然，除了对楚风的热情，图腾龙族众人对王强也表现的也十分热情。显然图腾龙族族长等图腾龙族的高层之前就已经在龙成宇那里听闻过王强的一些事了，知道王强与楚风关系好，也知道王强很不简单。因此楚风与王强都被邀请到了图腾龙族的圣地之中。经过交谈，得知图腾龙族族长等人的伤势已经基本无碍，就连白云清的伤也是基本无碍了。但也正常，楚风发现这图腾龙族的圣地确实是一个很适合疗伤的地方，并且这里面其实布置着强大的结界之力。若不是楚风有令牌，别说进来了，就连找都很难找到此地。当然，楚风也是很快提起了贾令仪，毕竟来此主要就是为了见到贾令仪，想询问他关于自己奶奶的事。贾令仪，没有啊，我图腾龙族未曾派人去丹道仙宗，就更别说抓走贾令仪了。可是图腾龙族众人得知楚风所说的事后，却也是感到意外。原来他们知道楚风与丹道仙宗的恩怨，哪怕丹道仙宗背叛了他们，可他们也并未打算对丹道仙宗动手，是想让楚风成长起来以后，由楚风亲自灭了丹道仙宗。所以抓走贾令仪以及丹道仙宗残存之人这件事，并不是图腾龙族族长他们做的，难道是龙鳞他们做的？可他为何要这样做？丹道仙宗不是应该受他保护才对吗？图腾龙族众人纷纷猜测起来，可却又觉得不太合理。看到图腾龙族众人的反应，楚风也是眉头微皱。本来还想着见到贾令仪，只要能够医治好贾令仪，让其恢复清醒，就能知道灭了丹道仙宗的人到底是不是楚风的奶奶。不曾想事情竟又出现了意外，不是图腾龙族族长他们，也不像是龙鳞做的，那到底是谁？
又为何要冒充图腾龙族的人呢？一时之间，一种不祥的预感于心中升起，事情很是蹊跷，像是蕴藏着什么阴谋。